54岁老公执意要做变性手术，只因想提前办理退休。前世我和儿女极力劝阻，手术可能引发各种后遗症，他这才打消念头。可后来，他的兄弟变性成功，提前领到了退休工资，开启环球旅行。老公气疯了，骗我买了巨额保险后，趁我熟睡一把火点燃了屋子。再睁眼，我回到了老公闹着要去做变性手术这天。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是改变我命运的大事，我可以自己做决定，而且提前拿退休金，对家里不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看你就是想看我当牛当马，死在工位上才安心。我还愣神地看着被翻得凌乱的房间，边公一手把我按在桌子上，一手操起花瓶。边公，住手！你要钱，我马上就给你。刚刚他因为没有找到钱，前世我也挨了这一下，留下了总是头晕头痛的后遗症，这次可不能白挨这一下子。边公听我同意给钱了，就放下了手中的瓶子。我强撑着身体，从房间里面取出了3000块钱，这是我们现在仅有的存款了。钱呢？我不是每个月有给你5000块，钱去哪里了？家用，还有之前儿子买房、外孙女读书，都是我们拿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女人不就喜欢买，衣柜里那一堆衣服，不知道花了我多少钱。说完随手拿起旁边的遥控板就砸了过来，被我躲开了。他见我躲开，十分生气，正想要冲上来。你再不走，时间来不及了。闻言他恨恨地看我一眼就离开了，应该就是去交定金了。他前脚刚走，儿子和女儿就赶到了，一进门就闹着要找颠公，完全忽视了鼻青脸肿的我。爸呢？爸呢？出去了。去哪里了？你怎么不拦着？我怎么知道去哪里了？而且我这个样子，你觉得我拦得住？他们这才施舍般的看了一眼我身上的伤。妈，我去帮你买点药。颠子，你别说妈了，你也知道爸的脾气，谁也拦不住。哈，也没事，爸没钱。有钱，把家里的3000块钱全拿走了。我不是说了，叫你把钱藏起来，别给他。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怎么还是一如既往的没用？听听，这话居然是从我儿子的嘴里说出来的，句句都是对我的讨伐。前世一点都没有发现，眼前的儿子就是一个白眼狼。我甩开手里的纸巾，站起来想要退回去，却被和事佬女儿拉住了。妈，弟弟就是生气，弟弟你也别生气了，3000块钱还不至于就能把手术做了。妈，这样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交给我们帮你们保管。爸回来问，你就说钱被我们拿走了。这样也行，把家里的存款都交给我们，我是儿子，都交给我。没想到他们原本打的就是分家产的目的。那怎么行？我们一人管一半，万一你把钱都给爸了，我这还有一半的钱能给爸养老。那肯定不行啊！你是外嫁女，有什么资格来替爸妈管钱啊？儿媳妇也不同意，几个人就在家里吵了起来。我不想再理他们，偷偷揣上了银行卡和房产证就出门了。之后先去了一趟银行，重新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将我这些年省吃俭用存的10万块钱转移到了新的银行卡，又将证件与卡用塑料布包好，带回郊区老坟地埋藏。处理完这一切，我才去门诊包扎伤口。回家后，丈夫、儿子夫妇和女儿颠花都在。此时，颠花刚刚端着一盘菜从厨房里出来，看我进门，把手里的盘子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妈去会哪个野男人了？我们在这里坐了半天了，你愣是天黑了才回来。人家当父母的，买车又买房，我和弟弟啥好处没捞着，连顿饭你都不想要给我们煮。我看就是欠收拾。现在还不是闹翻的时候，先忍忍。我装作温顺地放下手里的东西，就去厨房帮忙，基本上也不需要我做什么了。我象征性的整理了一下案板就出来了，一出来才发现他们连饭都没有给我盛。我转身回厨房，给自己拿了个空碗，盛了饭，坐到了饭桌的另外一边。爸，你说的事情我和姐姐商量了一下，我们没意见。没错。现在家里没钱。他说完，所有人都转头看着我，我笑笑，放下了手里的碗筷。家里没钱。说完就进房间，把家里所有的银行卡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儿子不信，让他爸把银行卡一个一个关联到了自己的手机上，看到账户上不足200块钱的余额，瞬间炸了。妈，你说你这是当的什么家？爸每个月工资交给你，菜钱给你买好了提过来，你之前也有工资，现在账户上怎么就这点钱？钱呢？他的衣服也是我给他买好了的，真不知道妈把钱花哪儿了。前段时间我看妈和隔壁的王叔走得很近，难道……女儿狐疑的眼神看过来，老公手里的手机一甩，冲上来就要动手。你个败家娘们，居然敢背着我在外面养小白脸！我听到他们说的话，气得浑身发抖，冲进厨房，拿起常用的菜刀，对着他们一个一个开剁。边公，我给你脸了是吧？就你每个月那1000块钱养家，你和他们喝的是西北风吗？颠子，你买东西给我，是你们家每餐没有吃完的剩菜剩饭，还有颠花，你给我的那些衣服，不是花花绿绿的，就是一身破布。封建社会老太太的肚兜都没有这么凉爽的，你觉得我能穿吗？现在好啊，
一个个都能反过来责问我了。这家看样子我也待不下去了，离婚吧，反正儿子女儿也大了，孙子孙女我也带到上学了，你们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们了。变性手术后面的花费不小，更何况这种手术之后需要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烫手山芋还是尽早丢出去为好，我可不想要给自己找罪受。不行，我不同意。没错，妈，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和我爸离婚？离就离，手术成功，我就可以办理退休了，每个月就会有接近1万块钱的退休工资。而你妈以前工资低，退休可能也就只有2、3千，身体还不好，到时候跟着我肯定是个拖累，不如省下这个钱，给大伙请个称心的保姆。不离婚，以后变性手术成功之后，还怎么能寻找第二春？还是离婚好。他们一听也对，只是在这之前，还是佯装在我面前来威胁了我一通。你如果离婚了，咱们就断绝关系，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给你养老的，给钱也不可能。不管离不离婚，结果都一样。不过既然他们提出来了断绝关系，我当然同意，毕竟我也不想以后会有这样的拖累。我高高兴兴的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也不知道这个协议法律会不会认可，但是看着这白纸黑字，心情还是舒爽了不少。并且房子是我婚前财产，颠公压根拿不走。刚刚走出民政局大门，颠公原本也是很高兴的，可就是接了一个电话，突然就面露难色。刚刚他们的话我也听了一点点，无非就是钱的问题，那边说的应该是20万，不是小数字啊。转头我看到了隔壁自行车框里的高利贷信息，于是走上前，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嘟嘟囔囔的抱怨：这是谁这么没素质，把这种信息贴在自行车上？谁要借钱啊？拿去，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捷径吗？连垃圾都帮你准备好了。说完没有管他，转身扫了一台自行车就走了。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颠公的无耻，因为第二天我从菜市场回家，发现家里又是一片狼藉，赶紧拿出手机报警。刚刚接通，说了一句话，就被人从身后夺走了手机。转头一看，居然是颠公。房产证呢？我贷款需要抵押，快给我拿来。我已经和你们断绝关系了，要钱你去找你儿子，找你女儿，你找我干什么？我把颠公打发走后，立马叫人上门换了锁，订了当天晚上的机票，飞到了云城。接下来的几天肯定是鸡飞狗跳，我可不想参与。颠公那边果然也按照我设想的剧本进行下去。儿子，爸跟你商量个事。是不是？我想贷点款，缺个抵押。你那房子不行，那房子是我的，你别打主意。你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的拆迁房，我借来用用怎么了？颠公，我告诉你，那房子写的是我和颠子的名字，你敢动试试？你个外人插什么嘴？我是外人，我嫁到你们家，给你生孙子，我成外人了。颠子，你说句话。行了好了，爸，你走吧，这事儿没商量。颠公被推出来，门砰的关上，他站在楼道里，气得浑身发抖。白眼狼，等我拿到退休金，看你们怎么求我。颠公和儿女怎么大吵大闹的我不清楚，但我在云城玩得很开心，最后甚至干脆在云城旅游1个月，当做给自己放个长假。那天我走累了，坐在路边长椅上休息，一个中年女人突然推着自行车走过来。这儿有人吗？没有，坐吧。你也是一个人出来玩的？是啊，刚从家里出来没多久。我也是，不过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逃？前夫赌博，欠了一屁股债，我带着孩子净身出户，现在孩子上大学了，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我打算在云城开个小客栈，你喜欢丽水吗？喜欢，我刚从那边过来。那你有兴趣合伙吗？我找人看过，有个小院子挺合适，就是一个人有点怕。我还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过你说的小院子，我倒是也有点心动。那你先走你的路，等我开起来了，你来住，不收你钱。那可说好了。我们结伴走了几天，聊了很多。分别那天，他送了我一串他自己编的手链。保重，姐，说不定哪天咱们在哪个路口又遇见了。保重。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又回头看了一眼海的波光，忽然觉得这世界其实很大，大的可以装下所有重新开始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我继续走走停停，路过喜欢的地方就多住2天。这天女儿电话的电话却打了过来。妈，大事不好了，你快回家一趟，我爸他死了，你哭这么伤心？爸拿着我们家的房产证去做了抵押贷款。预料之中，颠花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颠公家里的拆迁房。他们家当时拆迁了2套，一套给了颠子，一套给了颠花。只不过颠公明面上把房子是送给了颠花，但是实质上房子的名字还是颠公。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爸的，他有处置的权利，而且你爸爸马上就要手术成功，成功之后就去办理退休手续，每个月1万块钱，你那区区20万的贷款，3年就完了，你怕啥？
妈，你就回来吧，爸整天的念叨你。他不是有新欢了吗？那都是气话，我和颠子还能认别人当妈吗？你们和我已经断绝关系了，你们认大学生当妈也和我没有一点关系。我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却没想到过几天颠子的电话又打来了。妈，你在哪？你有什么事情？爸的手术，医生说是非常成功，马上爸爸就可以去办理退休了。你赶紧回来，到时候家里会有你的一席之地，我和爸都等着你回来呢。然后呢？医生说他现在离不开人，我要上班，姐姐也没空，你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我帮你劝他和你复婚。让那人赶紧回来啊！痛痛痛啊！接着就是一阵呻吟声，接着又是颠子的抱怨声。我听着那边的兵荒马乱，笑了笑，挂掉了电话，顺手拉黑了儿子。我在云城待了1个月左右，才慢悠悠地收拾好行李回来。刚进家门没有多久，颠子把颠公送过来了。他在门口哐哐砸门，想让我开门。我确定是他们后，在房间里面先给物业打了电话，把离婚证发了过去，然后报了警。物业在我家门口说了好久，颠子就是不走。我现在重病，磕伤了就让你们负责。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等了好半天，帽子叔叔们才来了，跟着一起来的还有附近的邻居们。我看来的人够多了，才慢悠悠地打开门。颠子以为我退让了，连忙想要把颠公送进来，哪料到我就站在门框，死死抵着门框，手里边就拿着离婚证和之前的断绝关系的证明。边公，你为了提前退休，死活要去做变性手术，说有没有那1两肉没有不同，我出于你的健康考虑，劝你还是别折腾，到了年纪再领你的退休工资。可你不听，你说我贪图你的退休工资，和2个孩子一起逼我签下了这个断绝关系证明。如今你拉屎拉尿要在床上，你倒想让我当免费护工，做梦！你胡说什么？邻居们啊，你们给我做主啊！我当时就是因为劝他放弃变性，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也是命苦，这辈子嫁了个废物老公，尽心尽力送走了他爸妈，还把孩子养大，最后却落得个这样的结局。好不容易离婚了，还要跑来闹。我早就说这家不对劲，那老头天天暴击老婆。可不是吗？现在还想让人家伺候他，想得美！这老头我认识，以前在菜市场老欺负他老婆，现在遭报应了吧？太不要脸了，离婚了还来闹，活该没人管。颠子听附近的人越说越难听，想要上前拉我，却被我一把甩开。这就是他和女儿逼我签下的断绝关系证明。我指着下面颠家几个人的签名给大家看，颠子见状想要上来抢，被我一把又收了回去。原本想要当和事佬的帽子叔叔们看到当前这个情况，也没有办法帮这2父子说话。在众人的指责声中，他们被带到了局子里。结果颠公仍不死心，还给我泼脏水，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看他们表演。见我一直无动于衷，姗姗来迟的颠花改变了战略。之前爸和你离婚，我们没有劝，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你就没有问题吗？又开始拖我了，这么多年也就会这2招。我有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没有把你们教育好。最近这1个月我都有好好反思了。然后呢？说完了，我可以走了吗？说着，我拿起旁边的包，转身就想要走。颠花连忙伸手拉住我。妈，你真的就这么狠心吗？看着爸爸没有人照顾，这不是有你们孝子孝女吗？我去了也碍眼。妈，能不能别闹了？你离开了吧，离开了我们还能干什么？所以到现在他们都觉得我还在闹，真是2个白眼狼。你如今什么都没有，你以为王叔会要你吗？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路上都没有人会看你一眼。我气得眼神直抽抽，一个巴掌就甩了过去。帽子叔叔见状口头教育了几句，就让我离开了。回家之后的几天，我重新找了一个房子，把老房子挂到了售房中心出售。接下来很长时间都还算风平浪静。我听之前的朋友说，颠公请了一个保姆，保姆是从乡下找来的，价格便宜，而且煮饭什么的都很好。再过没多久，颠公成功办理了退休。他的那个手术可并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变性手术啊，怎么就会被认定变性成功了呢？颠公的退休证下来之后，还用保姆的手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一接听就听到他显摆的语调：我拿到退休证明了，这个月开始我就可以开始领取退休工资了。恭喜你，好好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吧。我们这么多年，讲真的也习惯了。如果你愿意，我还是可以和你复合的。大可不必，你老了可别后悔。他还想要继续说，却听我这边已经挂断了电话。再次听说颠公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那天颠公没来，但是却是我们全场的主角。我坐在角落，几个老同学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我听说你家那口子变性了。变了，他们是如何知道的？毕竟这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吧，总不至于是颠公或者颠子。颠花说的，你们怎么知道的？其中一个同学摸摸索索半天，从怀里掏出一个手机，翻出了一个聊天记录。我接过手机看了起来，还真的是颠公说的。
我已经提前退休了，算了算，能比你们多拿35瓦退休工资，而且不用看老板脸色了，60大寿也不用请假了。最重要的是手术很快，很安全，我已经出院，能跑能跳了。为了证明自己话的真实性，颠公还发了一段在跑步的视频。颠公是在劝说其他人和他一样去变性，难道这个人和前世他那个兄弟一样，开始拉人赚提成了？也有可能，毕竟他还欠着人家将近20瓦呢。不过视频里面他这样跑真的没有问题吗？之后的日子里，颠公越来越活跃，为了众人信服，天天在朋友圈里更新自己跑步的视频，甚至还会更新劈叉、高抬腿等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来，给我拍一段，我要发群里。您身体还没好，别跑了，到时候受罪的还是您。你等什么？快点，不然我就扣你工资。保姆只好拿起手机。颠公在客厅里跑了几步，突然脸色一变，捂着下身蹲了下来。从同学聚会回来，我开始主动关注颠公了，所以他被送到医院抢救的那天，我就已经收到了消息。第二天到医院看他，那时候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醒过来看到我，他非常激动。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得意？这么明显吗？颠公紧紧捏着被子，眼角滑下一滴泪来。我看够了笑话，自然就走了。保姆出来送我。大姐，你能不能来照顾颠公？我想要辞了这个工作。当然不能，我听说给你开的工资不低，怎么不想干了？大姐，你是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住家保姆，不知道来照顾的是一个病人，而且还是那里有问题的病人。我不过40岁，照顾50多岁的男人，多有不便，是颠公他们劝说了好久才勉强同意的。我本来就只会做饭，打扫卫生，他们一开始找我的时候也说我只需要做这些，可如今颠哥出事儿，他们就全怪到我头上，让我负责颠哥的后半生。其实你没必要急着走，颠公那事儿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变性手术。不是正经的变性手术？正常变性手术要做很多前期准备的，可他预约后没几天就上了手术台，那家医院根本就是个骗钱的地方。他做的手术就是简单的把那东西拿掉了而已。至于他那个号称手术成功的兄弟，也是假的，专门骗他们这种想走捷径的人。这不是害人吗？所以你不如换个法子，把这些线索带到局子里举报，再想办法在网上闹大，等事情曝光，他们就没心思盯着你了。我听您的。保姆当即拿着我提供的证据去局子里报警，可到了门口，他又开始犹豫不决。真的要进去吗？万一他们报复我怎么办？但一直伺候颠公也不是个事，不想了，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拼了！你有什么事？我要举报一家医院非法行医，骗人做假手术。有证据吗？有，这是聊天记录，这是视频，这是那个人的病历。帽子叔叔接过材料，一页页翻看，表情越来越严肃。你确定这些都是真的？报假警也是犯法的。千真万确啊，帽子叔叔，那个做手术的人就是我照顾的病人，他叫颠公，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好，我们马上立案调查，你先回去，有消息我们会联系你。谢谢帽子叔叔。帽子叔叔将保姆提供的材料整理归档，转头对同事说：这个案子涉及非法行医和诈骗，得赶紧查，我联系卫生局那边，你们去那家医院摸摸底。第二天，2名便衣帽子叔叔来到那家医院，医院门面不大，前台小姐见有客人，热情地迎上来。我们想咨询一下变性手术。哎呀，您这可是来对地方吗？我们医院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价格公道，恢复快。您稍等，我让主任跟您详细说。不一会儿，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出来，正是视频里那个成功兄弟。他滔滔不绝地介绍手术如何简单，如何快速拿到退休金。可他不知道的是，帽子叔叔已经悄悄录了音。这样吧，我们回去考虑考虑。对了，能看看你们的医疗许可证吗？当然有，不过今天负责的人不在，改天吧。等他们离开后，主任立即让人停止所有手术，但已经晚了。帽子叔叔掌握了足够证据，很快申请了搜查令，变性机构被查处，其办理的退休证全部都是伪造的。这场手术骗局事件迅速发酵，颠公瞎扯淡的事情更是遍布各大平台。颠公因丑态被全国曝光而爬上医院顶楼扬言跳楼。你们别过来，让我死了算了。大叔，你先下来，有什么事好好说。说什么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钱没了，儿女不要我，网上还骂我。这人真能演，站了2个小时了，也不觉得累。就是浪费公共资源。颠公在上面站的腿都软了，低头一看，楼下人山人海，他忽然有点怕。消防员此时也在慢慢靠近。大叔，你下来吧，我们给你找个地方好好休息。颠公犹豫了一下，消防员趁机一把把他拉了下来。人群里响起一片嘘声。谁成想呢，颠公被救下后反而上了热搜。
网友们的评论分成两派，有人说他可怜，有人说他活该。颠公躺在病床上，看着手机里的评论，欲哭无泪。这就是996的福报，在发疯和摆烂之间选择了自残，勇气可嘉。看吧，又一个被逼疯的打工人。没脑子，没常识，能在这世上活这么久也很神奇。歪门邪道行不通。哎，王国家，保姆想钱想疯了，这都能想得出来。这一家子人很快就在网络上出名了，颠子和颠花出门也要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最后颠子忍不下去了，他觉得这些都是保姆干的，竟以诽谤的罪名起诉保姆，还以他失职为由要求赔偿。后来保姆向我求助，我向他推荐了一名律师主播。你这个案子关键是2点，一是诽谤罪是否成立，二是你是否失职。诽谤方面，你举报的内容属实，由警方立案为证，不构成诽谤。失职方面，你是住家保姆，主要职责是做饭打扫，颠公做手术并非你的责任，而且你及时报警举报骗局，反而是有功。可是颠子说我在网上曝光，侵犯了他们隐私。你曝光的是骗局，是公共利益，而且你隐去了具体姓名，只是叙述事实。放心，我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庭审当天，颠子请的律师是个中年男人，开庭前还在翻看民法典。庭审开始，原告律师先发言。被告在网络平台发布退休骗保姆揭露真相一文，虽然隐去具体姓名，但结合文中的描述，足以让读者指向我的当事人。我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精神损失30万。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警方出具的关于仁爱医院医保诈骗案件查处情况通报以及立案决定书。被告张秀兰作为住家保姆，无意中得知内情后向公安机关举报，属于公民依法行使举报权。即便举报属实，被告也不应通过网络曝光，侵犯他人隐私。原告律师，张秀兰文中有提过一个完整姓名吗？有公布家庭住址吗？虽然没有公布，但确实我方原告受到了精神伤害。旁听席上有人小声议论，法官敲了敲法锤，示意安静。经合议庭合议，被告张秀兰举报内容属实，系维护公共利益，不构成诽谤。其在网上发文隐去具体身份信息，仅陈述事实，未侵犯隐私权。原告颠子诉被告张秀兰诽谤罪、侵犯隐私权一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当庭宣判被告无罪，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走出法院大门，张秀兰紧紧握住周敏的手。周律师，要不是你，我这辈子就完了。张阿姨，是你自己做了正确的事，那些昧良心的钱不该骗。这一幕被蹲守的记者拍下。第二天，报纸社会版头条配着那张照片，保姆举报骗局获法律支持。网友，这才是正义。没有退休金的颠公遭子女抛弃，他求助老同学也因曾怂恿其做手术被拒接，最终颠公无家可归，开始寻找我的下落。幸好现在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再次见到颠公，他居然跟狗在抢食物，吃完之后他又看向了人群里面，我就在这时被他看到了。我想走，却被颠公抓住了手臂，他就这样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开始哇哇大哭了起来。老婆，你不要我就真的无处可去了。老婆，我以后一定乖乖听你的话，不打牌了，也不和你吵架了。周围人都开始帮忙劝说，我没法，只能拖着他赶紧离开了现场。我带他去商场买了衣服，在商场里，我挑什么他都点头。买衣服时，他嘴里念叨着：“老婆眼光好。”别叫我老婆，离婚了。颠公讪讪地闭了嘴。吃饭时，他狼吞虎咽，我看着他那副模样，心里五味杂陈。前世他烧死我时那么狠心，如今却可怜巴巴。不过我知道，这只是他走投无路时的表演。饭后去酒店，我帮他办好入住，他拉着我的手不放。老婆，你真的不管我了？你还有儿子女儿，你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们不要我了，我只有你了。他们不能不要你，你是他们的爸爸，他们有赡养你的责任，而且你只是暂时没有养老金，等过段时间，你年纪到了，你就又会有钱，他们肯定会把你接回去的。听到这里，他的眼神亮了亮，我感觉点到位了，留了200块钱就走了。我在他走后，日子也彻底回到了平静。有钱之后，我又去了一趟云城，在小李城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院子。我打理好后，就又出发旅行去了。期间得知颠公住进儿子颠子家，但陋习却引起儿媳强烈不满，后来被他儿子赶了出去。颠公又住到了女儿家里。这日，颠公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女婿提着行李正要出门。那谁晚上给我买2瓶酒，住谁家里？心里也别没点数。上门女婿，我受够了，天天说我是上门女婿，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房子就算抵押了，写的是我的名字，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爸，你能不能少说2句？说还不让说了，有本事他别住我的房子。好，今天我不走，我就是棒槌。不行，天华，你放开我，我今天必须走。你别走，孩子怎么办？
孩子跟我走，我不能让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爸他就是嘴坏，其实什么？他天天骂我是上门女婿，我忍了。他让我买酒买烟，我买了。他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我也忍了。现在他连我女儿都骂，我还能忍吗？他骂孩子了？昨晚你不在，他喝多了，指着孩子说女孩是泼出去的水，浪费钱。孩子哭了半夜，今天早上跟我说，爸爸，我们走吧。爸，你真的这么说了？我喝多了，随口说的。喝多了就能骂孩子？颠花，我受够了，我们必须离婚。颠花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女婿看了他一眼，拉着孩子走了。颠花瘫坐在地上，她哭了很久，突然站起来，冲进颠公房间。你给我滚！都是你把我家毁了。我怎么毁你家了？那男人本来就配不上你，走了更好。走了更好？我孩子没了，爸爸，我辛辛苦苦维持这个家，你一来全搅黄了。你赶紧走，我这里供不起你这尊大佛。房子是我的，我住这儿天经地义。颠公死赖着就是不走，甚至叫来颠子给自己做主。不多时，颠子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姐，你还有没有良心？爸这么大年纪，你居然要赶他走？这房子本来就是爸的，你凭什么？凭什么？我为这个家还债还得还不够多吗？我没日没夜的干活，老公带孩子走了，家散了，现在你们还要来逼我，到底是谁没良心？儿子，把他赶出去，这房子就是咱们爷俩的。莲花一走，等老头100年后，这个房子就会落到我手上了。这个买卖好，你听见没？爸都这么说，我告诉你，这房子要么让爸继续住，要么你们一家都给我搬出去。我这段时间为了还债，没日没夜赚钱，老公和孩子也不要我了，如今还要被赶出家门，你们都逼我，那谁都别活了。颠花越想越气，怒火攻心之下，抓起厨房的菜刀，朝着颠子他们冲去。结果几个人吵闹声过大，邻居们主动报警，帽子叔叔赶来才将情绪失控的颠花控制住。但颠子也因手臂伤势过重，落下终身残疾，妻子不堪生活重负，与他离婚。当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旅游，我的自媒体账号越做越好，粉丝涨到了几十万。我会分享自驾游的风景，也分享作为一个中老年女性重新找回自我的心得。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说我的故事给了他们勇气。这天，我正在北方的一条公路上开车，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竟是颠花。妈，我在监狱里，能来看看我吗？颠子伤这么厉害，他应该是被判刑了。1个月后，我去了女子监狱，她隔着玻璃，眼泪一直流。妈，我对不起你，我以前太自私了，总觉得你付出是应该的。现在我老公带着孩子走了，弟弟也残疾了，爸不知道流浪到哪去了，我才知道家没了是什么滋味。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好好改造，出来后重新开始吧。妈，你能原谅我吗？圆不圆的都不重要了，我只想过好剩下的日子。当天晚上，颠花躺在硬板床上，同监舍的室友阿英问他：今天有人来看你？我妈。你妈对你挺好的，还来看你。我以前对她不好，为了钱逼她签断绝关系的协议。哎，我也是，以前对父母不好，进来了才后悔。你还有机会，好好改造，出去孝顺他。我妈说，原不原谅不重要，她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那说明她看开了，你也别钻牛角尖，争取减刑，早点出去。颠花点点头，下决心要好好表现。此后，她在监狱里积极劳动，还报名了文化课，想出去后找份正经工作。又过了半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救助站打来的。他们说有个老人自称是我前夫，病得很重，希望我能去见一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在救助站的病房里，颠公躺在病床上，看见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你来了，我以为你不会来，我后悔了，当初不该那样对你，也不该去做那个手术。现在儿女都不管我，我真是活该。你知道就好。颠公伸出手想拉我，被我躲开了。你还是恨我？不恨了，只是也没感情了。我来，是尽最后一点情分。我可能没几天了，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儿子女儿？我想见他们最后一面。颠花身在监狱，没办法出来，我只能先联系了颠子。他听到颠公想见他们，直接在电话里吼道：他走了也别找我，我没这个吧。我把情况告诉颠公，他闭上眼睛，不再吭声。几天后，颠公去世了，救助站帮忙处理了后事。我不去旅行的时候，就待在小里城的小院子，里面种满了花。有天，我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忽然听见敲门声。谁啊？大姐，是我，以前的保姆。我愣了一下，起身去开门，门一开，果然是那张熟悉的脸，只是比从前胖了些，气色也好多了。哎呀，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托人打听了好久，总算找着你了，大姐。快进来坐，喝口水。大姐，你这院子真舒服，收拾得真好，花花草草的，光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还行吧，自己住着舒心。你呢？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我后来再婚了，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没什么本事，但人实在，对我好。我们在村里种点地，养几只鸡，日子过得平淡但幸福。大姐，我跟你说说我们村的事吧。好啊，我也想听听。那大姐你别嫌我啰嗦哈，我那口子姓刘，村里人都叫他老刘头。他前妻走得早，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在城里打工，过年才回来。我俩经人介绍认识，见面那天，他拎着一只老母鸡来的，说是自家养的，给我补身体。挺实在的人。是啊，结婚那天没办酒席，就两家人吃了顿饭。老刘头把家里的存款都交给我管，说以后我就是当家的。我头一回觉得自己被人这么信任。那你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吧？我在院子里种了菜，养了鸡鸭。老刘头种地，农闲时去镇上打零工。去年我们翻新了房子，还装了太阳能，洗澡方便多了。村里人都说我福气好，找了个好男人。是你自己值得。大姐，其实我这次来除了看你，还想请你去我们村住几天。我们那儿空气好，风景也好，你肯定喜欢。好啊，等哪天我自驾游路过，一定去。那可说定了。大姐，我这次来就是想当面谢谢你，多亏你当初指点我，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受苦呢。别这么说，是你自己命好，遇对了人。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说颠家那边的情况。他们怎么了？你走之后，颠子没有靠头，手臂残疾之后也干不了重活，现在只能靠低保过日子，偶尔还会去颠花家闹。但颠花出狱后直接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回来过。听说是在哪个厂里上班，也不跟颠子联系了。哎，都是自己做的，要不是颠公非要动手术，哪里会变成这个样子？好好的家就这样散了。谁说不是呢？大姐，想起以前那些事，跟做梦一样。是啊，都过去了，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吧，正好陪我说说话。这里风景好，空气好，保证你住好几天都不想走。那感情好，我正想跟你好好聊聊呢。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聊从前的事，也聊各自的新生活。又一年春节，颠花突然出现在小院子的门口。妈，进来吧。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出狱后一直在外地打工，过年了就想着来看看你，打听了很久才找到这里。妈，我想跟你说，我错了，以前我不该那样对你，也不该和弟弟一起逼你。那时候总觉得你是妈，你就该为我们做这做那。我们想要钱，你就得给；我们想让你回来照顾爸，你就得回来。从来没想过你也是个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你在外面打工过得怎么样？还行，一开始在电子厂流水线上，一天站10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后来厂里有个电工叫大刘，看我可怜，偶尔帮我修宿舍的电灯。他话不多，但人实在，慢慢就熟了。有情况，他人怎么样？可不可靠？他离过婚，有个女儿跟着前妻。他说不嫌弃我坐过牢，想跟我处处。那你什么想法？我觉得我坐过牢，配不上人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会犯错，改了就好。只要他真心对你好，你也别自卑。在感情里面，哪里有谁不配的说法？谢谢妈，我现在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卖日用百货，生意还凑合。大刘有空就来帮忙。我想好了，好好过日子，再也不掺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不过还有个事我想跟您说。妈，你能认我吗？爸已经走了，颠子不提他了，我也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法律上我也不是你妈了，但你可以把我当个长辈，偶尔来看看我，我这小院子也不会拒绝你的。我明白了。那天下午，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我们没再说什么。几年后，我的自媒体账号越做越大，粉丝突破100万，成了中老年女性的精神家园。在自媒体上，我分享自驾游的风景，也分享这些年从绝望到重生的心路历程。也有不少人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听。后来我把这些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叫《重生之后》。签售会上，很多女读者排着队来感谢我，有人握着我的手哭，说我的书救了她的命。不是我救了你们，是你们自己想通了。日子就这么过去。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颠花写的。妈，我准备再婚了，谢谢你让我知道人还可以重新开始，我会好好生活，不辜负余生。这辈子我终于为自己活了。